要说上次啊，带你们静态体验一下这个智界 S7，说实话，上次拍摄啊，稍微的有一丢丢的这个是吧，有点不太详细。你看，咱聊着天就来到了北京的华为银泰101店啊，你看这不就是那次拍摄的这个智界 S7吗？还有，你看前两天刚刚发布的 M9吗？待会儿也带你们来看一看这个 M9啊。要说智界 S7，我发现有很多女生喜欢这款轿跑啊。其实看完这款车的这个外观啊，你就能明白了，女生嘛，是吧？颜值就是第一生产力嘛。那此刻就应该飘过弹幕，滴滴滴滴。你看啊，就比如鲲鹏展翼前脸是吧？封闭式的设计啊，那贯穿式的星轨融合灯组，流线型的车身，碳纤维尾翼啊，整个车是那种圆润的流线型。这种跑车的车型就会让很多那些喜欢轿跑的用户啊，第一眼看上去就会特别有好感。你看啊，是这种感应的这种无框车门，手一过来，哎，门就自动的打开了，并且也是采用了时下最流行的这种电吸门啊。而且你们看啊，采用的是这种双层夹胶隔音玻璃啊，那不仅能带来更好的这种隐私性啊，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在车里边唱歌跑调，外面听不见。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我才发现啊，这一次智界 S7的这个后视镜也是采用了这种无框的设计啊，而且啊，这种车的高级啊，当你上车之后啊，会逐渐慢慢的发现。你看，门一关就吸上了，你一坐位置就回来了，手一滑，后视镜就正了。那整个车内的这个设计啊，采用的是这种游艇式的座舱设计，只有赛车上才有的这种方向盘啊。而且啊，这个前面是这个仪表盘，那这个仪表盘我们在行驶过程中呢，也不会遮挡我们的这个视线啊。而且呢，你像这个滚轮呢，可以定义，比如说播放音乐，然后调节音量大小。呵。左边呢也可以有对应的这个调节。之前我在智界 S7的这个静态体验讲过，像旁边也有对应的这个功能啊，比如说想不起来怎么呼叫这个语音的话，其实我们按一下也可以进行。打开空调，哎，这样的话呢，也能随时随地的进行这个语音的唤醒啊。而且啊，这个方向盘上面的滚轮啊，能调整特别多的功能啊。你看后视镜啊，它能前后上下的调整啊。方向盘也能用方向盘上的滚轮调节。你看啊，这里还有一个储物空间啊，很多女生把自己的口红啊、这个粉底啊、发卡呀等等啊，都可以放在这里。那这儿有2个无线充电的位置啊，那除了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华为手机啊充电，而且它是支持了这个50瓦的快充啊。就算啊乘坐你车的这个朋友啊，他用的不是华为手机，没关系啊，也可以给它充电。你看这个杯托也有这个储物空间，除了能放2个杯子之外，像我们的行驶本啊，一些常用到的东西也都可以放在这里。而且这么一摁啊，它就回来了。那后边呢还有一个储物的空间，你们看，哎，这里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啊，这不常用的东西啊都可以放在这里边。那在副驾驶这个位置呢，那上面呢其实就是像一些，比如说我们常用到的东西啊，其实都可以放在这里，是吧？因为比如说给副驾的这些朋友拿一些东西的时候啊，就可以方便在这里去取。那但是下面这个位置呢，并不是我们常用到这个摁的这个开关，而是在这个中控屏这个位置啊来进行点摁的。那这个好处呢，其实我觉得就在于很多可能我们不想让别人看到，或者我们很隐私的一些物品啊，可以放在这里。底下也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空间，纸巾啊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啊，其实可以放在底下。那其实可以看到这一次 S7在这个内部的储物的这个空间啊，包括带来了更好的一个便携性，比如说在主驾驶这个位置也带来一个很方便的一个这个储物，包括这个隐秘性，它的这个整个储物空间储物的这个多样性还是非常丰富的，并且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刚来展厅的时候，我也简单的体验了一下，非常的流畅。你看它的界面有常用的一些应用啊，比如说这个设置啊、怀质啊，这个其实是根据我们刚刚操作过的一些应用啊，来进行智能的推荐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桌面上面的啊，包括还有一些可能你要用到的功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提示。那点在这里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全部应用的一个展示了。那它也是支持了在车里边呢进行这个无麦来 K 歌的啊。当你使用这个华为手机上车之后啊，我们手机上面的很多应用啊，都可以在这个超级桌面上来进行这个显示。那底下呢也有很多的操作啊，比如说空调，对吧？可以在里边打开这个香薰，现在其实我就把它打开了，味道啊瞬间就来了啊！而且呢，它这个点的这个瞬间呢，它的这个整个功能啊就已经瞬间就开启了，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系统的这个流畅度以及反应速度还是非常快的。除此之外，它还能干什么呢？我们把这个座椅啊稍微往前一点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假如我这手里边有一个笔记本放在这里，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停车以后，在副驾驶来进行应急办公了啊。那如果说你是使用的这个华为笔记本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呢车机的这块屏幕当成一块副屏，是一些白领或者一些这种互联网工作的一些用户，很多时候其实确实是有一些很急的活啊，就需要停车立刻就干活，没问题，这就可以在这里来进行这个办公。笔记本的续航也是个问题，对吧？如果说你是使用的华为笔记本啊，又给你推销了，我感觉我今天是过来带货的。那没关系啊，你看它整好在这个车的这个储的这个空间这个位置啊，这儿就有2个接口，尤其是它也支持了华为66瓦的这个充电。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后排的这个位置啊，那也有2个接口，也是2个66瓦的这个快充的接口。而且我所坐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所谓的叫什么女王座驾，是吧？可以支持的这个座椅通风和按摩之外呢，停车的时候是不是得让你的女王休息一下？是不是？你说坐这么累了，那这个时候呢，一键就可以打开这个零重力座椅啊，这个可以在这个里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休息。不过来到第2排啊，你看老板位置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你们看女王位置啊，它就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有一个老板键可以进行这个副驾的一个这个位置的调节啊。那2排的空间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啊，就给你翘个2郎腿儿，你就看看行不行，是吧？当个老板，你说感觉是瞬间就上来了，是吧？通过这个 MagLink 啊这样的一个体验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后排啊行驶中啊，这个办公可能会差一点，但是娱乐性我觉得可能是这整个平板的一个重中之重的这种功能啊。车的这儿位置呢也有一个小挂钩啊，开车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衣服可能需要不希望把它整理在这个后座上面，那怎么办呢？可以挂在我们这个后排的这么一个小勾勾这个上面啊。这个位置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那它也有很多这个座椅上面的一个调节，比如说通风，包括座椅加热啊，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调节的。后排的这个空调也是可以在这里来进行一个操作的。那顶部呢也是这种超大的防紫外线隔热的这种超大天幕啊，这样的话我们是吧，可以在晚上浏览星空，是吧？那这个轿跑的这个后备箱的空间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上一次这个静态的时候其实没有仔细看啊，其实整个的空间来说还是蛮大的。当然我就不躺进去了。装一些我们的旅行箱呀，必备的这些吃喝的。那底下呢也有这个对应的一个夹层啊，放一些比较隐私隐秘的东西啊。那这里 S7 还首发了华为图灵智能底盘，采用了前双叉臂、后连杆独立的这种悬架的设计，还有空气悬架呢，带来更稳的这种操控。那这一次智界 S7 呢，除了前面我和大家静态体验过和今天静态体验的一些，比如说像配置啊、一些细节啊，那这一次也是带来了首发华为8大黑科技啊，首发了华为图灵智能底盘，还有大家熟悉的是吧，华为鸿蒙4.0智能座舱等等啊。那这也被大家称为了最强黑科技的这个纯电轿车啊。在这个智能驾驶方面呢，这一次也是带来了一个192线速的激光雷达，还有3个毫米波雷达，11颗高清摄像头以及12个超声波雷达，保证了我们在这个智能驾驶方面以及我们驾驶中带来更好、更安全的一个驾驶体验。那对于前2天啊，大家很关注这个 M9。和这个 S7 啊，大家其实在研究这2款车啊。其实说实话，这2款车算是很互补的这个车型了。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给大家汇总了一下2款车的一个这个归类，无论是像华为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啊、智能座舱呀、智能驾控啊、智能安全，还有3电系统啊，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所以说啊，如果说你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轿跑，那我觉得 S7 非常 OK 了。如果说你需要一个非常好的这种 SUV 啊，或者说这种非常高端的 SUV， 我觉得 M9 是一个特别值得推荐的一款车啊，并且这2天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M9 自发布以来，它的大定数量也是非常让我意外的啊。所以说2款车也算是一个这种互补的车型，对吧？但是对于像智能驾驶啊，像驾驶的体验等等啊，尤其是华为在这个车上面的这个智能座舱方面的体验，其实是一致的啊。那视频开头也和大家说了啊，那今天这一视频啊，不仅带大家啊详细的这个静态体验一下，智界 S7，同时啊，那在视频的结尾这个位置呢，也和大家来简单的看一看这一次的这个 M9 的这个外观了啊。那好了，那今天这个关于我在北京的智界 S7 的一个静态的体验啊，这个先卖一个关子啊，不过我年后啊，
找到这台车，也和带大家来体验这款车。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我是大龙，我们在下个视频见。